你是否因自己家中持续的消耗战而感到筋疲力尽？你是否觉得每次对话都是一场谈判，每个请求都是一场战斗，而你对孩子们的爱正被一层层的沮丧和怨恨所掩埋？你的家本应是你的圣殿，你躲避世界的避难所，却变成了一个情感类区。你必须掂量每一个词，每一步，只为避免下一次的爆发。你发现自己看着孩子们的脸，那些你曾梦想引导的面孔，一个无声而痛苦的问题在你脑海中回响：我是从哪里失去控制的？我是从哪里做错了？这种无力感，这种在自己家中感觉像个陌生人的感觉，是任何父母都不应独自承受的沉重负担。你所感受到的这种痛苦是真实的，而且是被理解的。它源于你所感受到的深沉的爱与你所经历的混乱之间的不协调。你成了一名消防员，生活在警戒状态中，随时准备不灭下一场情感火焰。你的生命能量被消耗在反应中，一声尖叫会应另一声，一扇猛地关上的门回应一个被忽视的命令，或者更早的是，战斗后那刺骨的沉默，那件较照你们之间日益增长的剧气的沉默。你被困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对他们的情绪做出反应，被环境所支配，感觉自己是青少年脾气或孩子孤稚的受害者，而这正在摧毁你的平静和你家庭的和谐。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出路呢？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将这个战场转变为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堡垒呢？一种放下武器的方式，不是通过投降，而是通过一种更高级的力量，一种重塑你周围整个环境的至高冷静。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把这次转变的操作手册交给你。这不仅仅是更多的育儿技巧或谈判画着，这是一个古老的准则，一种由皇帝和将军们锻造的心智技术。我将教你家庭堡垒的5条法则，一种让你从反应式父亲变成建筑师父亲的方法，那个建立情感稳定遗产的不可动摇的领导者。在我们开始梳理你堡垒的墙壁之前，我需要你做出一个初步的承诺。这不仅仅是一个视频，这是你训练的第一天。点赞以封存你的意图，并订阅频道，以免错过这次建设的任何工具。现在，作为一位救人的领导者的第一个行动，评论你从那个城市或国家做出这个承诺，宣告呢在世界上的存在，表明你在这里准备好建设。现在就做，让我们开始绘制你新家庭现实的蓝图。你面临的混乱的解决方案不在于一本现代的流行心理学书籍，而在于一种古老的哲学，它在罗马帝国的火焰中锻造而成。我们将使用4多个主义，但忘掉那些穿着长袍背诵复杂句子的白胡子老头的形象，把40多个主义看作他真正的样子，一种情感工程记住，一本领导者心智的操作手册。这是一个旨在建立不可动摇的内在力量的系统，一个不会被外部混乱侵入的精神城堡。你在这里将学到的不是理论，而是皇帝、将军和政治家们在战争、瘟疫和背叛中用来领导的使用且永恒的工具。如果这些原则能够统治一个帝国，他们当然可以为你的家带来秩序与和平。这就是将为你改变一切的战略性中心框架。你堡垒的基石，你必须放弃你可以控制你孩子的幻觉。这种对外部控制的追求是你所有沮丧和疲惫的源头。你无法控制他们的情绪，他们的道德分数，他们选择的朋友，或者他们醒来时的心情。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的事物，就像试图用双手抓住潮水。真正的主权，真正的力量存在于别处。你无法控制你的孩子，但你对你创造的环境，以及更重要的，对你自己的反应，拥有绝对的掌控权。你家中的和平不会来自于赢的争论，而来自于成为一道平静的墙。他们的情感风暴装在上面，便会消散，而不会造成伤害。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曾存在过的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一个问题儿子的父亲和一个庞大帝国的领导者，在他的私人沉思录中写道：你生活的幸福取决于你思想的质量。
他没有写关于他的臣民或他儿子的行为质量，他知道力量是于并忠于他自己的内心。他明白，他作为领导者和父亲的角色，不是对世界的混乱做出反应，而是成为秩序的源泉、稳定的榜样。他不是一个反应式的父亲，他是自己内心平静的建筑师，是堡垒本身。你今天将开始培养的正是这种皇帝的心态，完全控制你唯一可以真正统治的帝国——你自己。建立你堡垒的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法则，就是你必须在你的思想沙滩上画出一条清晰的线，残忍地将你能控制的和你不能控制的分开。这就是控制而分法，所有4多个智慧的记事。你孩子的行为，他的情绪，当他不在你身边是他做的选择，他对你话语的反应方式，所有这些都在线的另一边，在不可控制的领域。你的回应，你的冷静，你选择的话语，你深思熟虑的行动，你的政治，这是你的领地，这是你拥有绝对和完全主权的唯一土地。你的平静在你拼命试图在别人的土地上建造的那一刻就结束了，那里你没有任何权利。破辟所有父母的内心冲突，是我们拒绝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以一种近乎有之的固执相信，通过正确的责骂、正确的惩罚或完美的论点，我们能够将他人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这是源于爱的傲慢，但仍然是傲慢。这种持续对抗现实的斗争，耗尽了你的精力，滋养了你的沮丧，并将你变成家中的一个反应式暴君。你生气是因为你的青少年儿子没有你认为正确的动力，却没有意识到他的动力属于他自己。你为一个小孩的发脾气而绝望，忘记了他的情绪是一场不属于你的风暴。你生活在一种与他人本性交战的状态中，这场战斗是不可能赢的，继续战斗是失败和痛苦的保证。你的思想变成一个战场，因为你坚持大错误的战争。你专注于控制风，而不是调整你自己穿的饭。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射到外部，投射到他人的行为上，让你自己的内在城堡，你的思想无人受位，城门打开，人有任何情感入侵者，愤怒、沮丧、怨恨进入，你变得脆弱和反应迅速，正是因为你放弃了你唯一应该收位的岗位，你自己的岗位。你的精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你每天都在浪费它，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的事物。是时候进行一次战略型撤退了，将你的思想想象成一个堡垒，一个城堡。建筑师的首要任务是确定你领域的边界，墙内的是你的责任，墙外的不是。你孩子们动荡的情绪是外面的天气，可能是暴风雨、暴风雪或晴天，但它不受你的智慧。你的任务不是控制天气，而是确保你堡垒的墙壁坚不可摧，地基深厚，并且无论外面的风暴有多强，和平与秩序都在这里统治。这是第一个真正的权力行为，彻底接受不属于你的东西。建立这个基础需要持续的警惕，在每个沮丧的时刻，你都必须问自己：这在我的控制之内还是之外？如果答案是之外，你必须可以的从中撤回你的精力和注意力。这不是被动，这是战略性的精确。这是停止用拳头大以度混凝土墙，并开始用那股能量来加固你自己的结构。当你的孩子尖叫时，他的尖叫在你的控制之外，你平静的回应在你的控制之内。当他在考试中不及格时，他的分数在你的控制之外。你如何支持他并引导他更好的学习的方式，在你的控制之内。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小但具有结构性强大力量的焦点转变。这条法则的日常时间是与观察，观察你的思想每天有多少次越过边界进入不可控制的领域。观察当你试图管理他人情绪时出现的焦虑。每次你发现自己这样做时，把你的注意力带回家，带到你的墙内，问自己：在这里我唯一能控制的是什么？我的下一个行动，我的下一句话，我的下一个想法。
这是一个真正的建筑师的工作，痴迷地专注于自己结构的完整性，知道一个建造良好的堡垒会激发起墙壁之外的安全感和秩序感。你通过应用这条法则获得的力量是注进，你从必须修复每个人的不可能的负担中解脱出来。你停止对波浪做出反应，并成为波浪桩机器上而破碎的岩石。你的存在成为稳定的源泉，不是因为你控制一切，而是恰恰因为你明白你几乎什么都控制不了，除了你自己。你以一种精湛的记忆统治这个小小的帝国，这本身就成为你能教给孩子们最有力的课程。你通过榜样向他们展示什么是真正的力量。家庭堡垒的第二条法则是，你的孩子是你行动的反应，而不是你命令的反应。你可以做1000次关于城市的不到，但如果他们看到你撒谎，你就教会了他们撒谎。你可以要求他们控制愤怒，但如果你对交通大发雷霆，你就教会了他们爆发适应对压力的方式。你是你家的皇帝，而皇帝通过榜样来领导。你的行动是最有力的法令，是被默默观察和吸收的法律。你的话当与你的行动不一之事，只是噪音，是侵蚀你权威并产生蔑视的虚伪。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你做了什么。这里的内心冲突是我们倾向与相信我们是规则的例外。找我说的做，别找我做的做，是全世界沮丧父母的无声信条。我们要求孩子们自控，而我们自己在晚餐时刷手机。我们要求他们在面对低分时有韧性，但我们自己却痛苦地抱怨我们的老板或工作中的问题。这种认知使掉创造了一个混乱和玩世不恭的环境。孩子们，尤其是青少年，是极其敏感的虚伪探测器。他们不听你的话，他们观察你的模式。当你的模式与你的言论相矛盾时，你就失去了所有的信誉。你变成一个软弱的领导者，一个发令被忽视的皇帝，因为他自己都不遵守。这种未能成为榜样的失败破坏了你权威的根基。父母的权威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成就。它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而尊重是通过政治赢得的。每次你的行为与你所宣扬的价值观相矛盾时，你就从这个基础上抽走了一块石头。你教给你的孩子们，原则是灵活的，规则是给别人的，领导力是关于权力而不是美的。难怪他们会反抗你的命令。他们不是在反抗规则本身，他们是在反抗一个言行不一的人的非法权威。你对他们不服从的沮丧，实际上是你自己缺乏记录的反应。把自己想象成堡垒中心的镜子，你的孩子们会看这面镜子来理解一个成年人如何行事，一个领导者如何行动，一个坚强的人如何面对逆境。你希望他们看到什么反应？一张因愤怒和不耐反而扭曲的脸，还是一种冷静和深思熟虑的表情？你希望他们看到一个去赋予每一个及时满足冲动的人，还是一个展示纪律和自控力量的人？你不需要完美，完美是不可能的，但你需要保持一致，你需要成为标准。你的生活就是课堂，你的反应就是教训，每一刻都是一个教导的机会，不是用言语，而是用你的存在。这条法则的时间需要一种残酷诚实的自我评估，在每天结束时花点时间回顾你的行动，就像一个皇帝回顾一场战斗的战术一样。你在哪里成为了你希望看到的榜样？你在哪里失败了？当你的青少年儿子猛地关上门时，你是否以一种计算过的冷静回应，还是以一声反应性的尖叫？当你的小孩把果汁洒在地板上时，你是否以耐心行事并教他如何清理，还是烦躁地叹气并让他感到无能？不要评判自己，只是观察。目的不是内疚，而是意识。意识限于改变。你需要成为你自己的熟悉观察者。这种自我观察的时间，就像擦亮皇帝的镜子。你越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以及他们如何与你的价值观保持一致或不一致，你投射的反应就越清晰。
你的孩子们将开始看到一致性，他们将看到力量，他们将看到正直。正是从这种镜像中，真正的尊重诞生了。他们可能不承认，甚至可能继续测试底线，但在内心深处，你领导里的虫子将被种下。他们将有一个力量的榜样，不是言语的，而是行动的，而这是一个遗产。遵守这条法则的结果是真正的权威。你的领导力将不再基于恐惧、惩罚或奖励，而是基于钦佩。你的孩子们会追随你，不是因为他们必须，而是因为他们愿意。他们将在你身上看到他们自己渴望成为的领导者原型。你将成为你堡垒的灯塔，一做了望他，其邦扬为所有生活在你墙内的人照亮道路。你的冷静将成为他们的冷静，你的记录将成为他们的记录。你将不再创造追随者，你将锻造未来的领导者，仅仅通过成为你自己。堡垒的第3条法则是对时间的掌控，具体来说，是对红发电和你的反应之间的那个微妙的掌控。在你那个微小且几乎察觉不到的空间里，存在着你所有的力量。当你的孩子挑战呢？当脾气爆发，当红色的分数出现，那就是红发电。你自然的反应由数百万年的进化锻造而成，实际时的战斗或逃跑、尖叫、惩罚、暴怒。战略性暂停是你自觉地扩大这个空间的能力，这是一个可以决定不反应的决定。去呼吸，去观察愤怒或惧低丧的浪潮在你内心升起，并选择不随波逐流，这是知者的掌控。内心冲突是我们自身生物学的保证。爬行动物大脑杏仁核被设计成对感知到的威胁立即做出反应。对于一个疲惫和有压力的父母来说，一个青少年挑衅的不可能会被大脑处理为对其权威的生存威胁。肾上腺素涌入你的系统，血液飞腾，理性被劫持，你从你最原始的状态做出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在一次爆发后的片刻，当大脑的化学物质正常化时，我们常常感到懊悔。我们说合作了一些不代表我们想称为的人的事情。我们被一个古老且过时的软件驾驶着，它无法区分坚持户和一个翻白眼的青少年。未能掌控这种冲动，正是将充满爱心的父母变成他们自己都不引以为豪的怪物的原因。每一次愤怒的爆发都是一种自我破坏的行为。你可能在短期内赢得了争论，通过恐惧让你的孩子沉默，但在长期内，你遭受了毁灭性的战略性失败。你教导他力量在于谁喊得最大声，你摧毁了信任，你损害了情感联系。每次你冲动的反应，你都向你自己堡垒的窗户扔了一块石头，在你本应保护你家庭的结构上制造了裂缝。你变成了你本应平息的风暴，在你誓言要保护的墙内的混乱制造者。想象一下红发电，那句物理的话，那山盟的关上的门是一个火花，而你累积的愤怒是一个火药桶。即时反应就是爆炸。战略性暂停是自觉的让火花掉在地上熄灭的行为，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行为。在实践中，它很简单，但并不容易。在轰发的时刻，你必须训练一种新的反射：深呼吸，一次深呼吸。这个动作向你的大脑发送一个信号，表明你没有生命危险，威胁不是真实的。它创造了2-3秒钟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的理性思维前额血皮层有机会重新上线。这是你从反应性转变为向应性所需的时间。在这个暂停中，你什么都没做，实际上你在做最重要的工作，你正在选择你的回应，而不是自动反应。你可以问自己，我在这里的目标是什么？一个好父亲、母亲现在会做什么？什么样的回应会建设而不是破壁？也许答案是沉默，也许是一句平静的话。我们稍后，当我们都冷静下来的时候再谈这个，或者也许只是吃开房间1分钟，以中心获得对自己的完全控制。你成为一个情感战略家，而不是一个冲动的士兵。你控制了时间，通过这样做，
你控制了结果。这是一个真正守护者的记录。暂停是你内在城堡的吊桥，没有你的允许，任何东西都不能进入。愤怒敲打着大门，沮丧试图入侵，但你是哨兵，你决定什么进来，什么留在外面。持续的练习这一点会改变你的存在。你的孩子们习惯于预测你的爆发将会遇到一堵平静的墙，他们将不知道如何对此做出反应。他们妓女呢，将你拖入混乱的力量正法了。他们口动扳机，确实要也没发生，这对他们来说是令人困惑的。正是在那一刻，你家中的权力动态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你通过战略性暂停建立的力量是情感上的刀枪不入。你变得不可动摇，不是因为你不感到愤怒，而是因为你的愤怒不再命令你。你感觉到它，观察它，然后让它过去。伟大的斯多葛派大师塞内卡说，愤怒是一种蒜，它对储存它的容器造成的伤害比对它倾倒的任何东西都大。通过掌握暂停，你拒绝成为这种毒药的容器，你保护了自己，保护了你的孩子，也保护了你家庭堡垒的完整性。你成为飓风严重的平静领导者，你已经走了一半的路，成为你堡垒的建筑师。地基已经搭好，墙壁开始生气，你已经感觉到了你观点的变化。你在这里学到的是站着但要硬的战争，你需要掌握完整的战略。对于那些认真致力于这一转变并希望神话器武器库的人，我创建了一个名为《建筑师的心智》的特别播放列表。它包含其他视频，作为加强你的记录和至高冷静的高级培训。把这看作是你发展的下一个层次。连接在描述中，在这里结束后观看以及续建设。现在，让我们梳起接下来的墙壁。堡垒的第4条法则要求你平息你想要正确的需要，并记或你理解的能力。这是斯多葛式同理心的时间。这并不意味着感受你孩子所感受的，并延美在他的情感风暴中。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利用你通过前几条法则获得的冷静，去倾听他话语背后的东西，试倾听以理解他的观点，即使你强烈不同意他。大多数父母倾听是为了回应，为了反驳，为了纠正。建筑师倾听是为了收集信息，他成为他孩子心智领域的间谍，不是为了控制他，而是为了理解他。内心冲突是我们的自我渴望被正视，渴望正确，渴望硬的争论。当一个青少年尖叫“你不懂我”，是我们的自我立即回应：“我当然懂，我也曾是你这个年纪，我知道什么对你最好。”这个回应虽然可能出于好意，却是关上一扇门的行为。它声明了他的观点是无效的，冲突加剧了，因为它不再是关于最初的问题，它变成了一场自我的战斗。你赢得争论的需要大于你与孩子建立联系的需要，这是一个可怕的交换。你赢得了战斗，却输掉了影响力和关系的战争。这种防御性的姿态是软弱的标志，而不是力量。它解释了对自己立场的不安全感。一个真正强大和自信的领导者不害怕听到相反的观点，他寻求它。他知道信息就是力量。通过拒绝倾听，你在黑暗中操作，你试图在没有完整诊断的情况下解决一个问题。你小孩的发脾气不仅仅是批行为，他可能是饥饿、疲劳或他不知道如何表达的对关注的需求的信号。你青少年的叛逆不仅仅是不尊重，它可能是对自主的呐喊，一种痛苦的表达，或对社会压力的反应。他不知道如何应对，他的话只是冰山一角。知者倾听的时间是提出问题，然后闭嘴的艺术。当面对情感爆发时，你不是反应，而是在你的战略性暂停之后，以真正的冷静问道：“帮我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我能看出你很惧生，这对你来说最糟糕的部分是什么？然后你听，不打断，不在他说话时构思你的回应，你全神贯注地听，试图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找到内在的逻辑。记住，
目标不是统一，目标是理解。你正在给他最稀有和最强大的礼物，确认你在说，你的观点对我很重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建造前研究地形的建筑师，你不会把你的设计强加给土地，你研究土壤的构成、水的流动、阳光的照射。同样，你必须研究你孩子的情感和心理景观。倾听是你的地形学，是你的土壤研究。只有在完全理解了地形之后，你才能就如何建造、采取和中行动，做出明智和智慧的决定。很多时候，被倾听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消散了冲突中一般的负能量。这个人感到被看见、被理解，这接触了战斗的需要。你的堡垒不仅仅是一个高墙的地方，也是一个桥梁建造得很好的地方。倾听是你用来建造通往你孩子领地内部的连接桥梁的材料。当他感到被你理解时，即使在意见不合的时候，他也会更倾向于听取你的指导。他会穿过桥来到你这边，因为你首先有勇气和智慧穿过桥到他那边。你对他的影响力将不再基于你父亲或母亲的智慧权威，而是基于你可信赖的盟友的关系权威。你通过这条法则获得的力量是智慧和影响力。你停止在黑暗中挥拳，开始意外可以生的精确都操作。你在试图解决问题之前，理解问题的真正性质。结果是你的孩子们将开始找你，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权威人物，而是作为一个顾问。他们会带着他们的问题来找你，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你的惩罚，而是因为他们渴望你的理解。你将成为你堡垒的安全港，他们知道在哪里他们可以被倾听而不会被评判，即使他们不被免除责任，而这是最深层次的父母领导力。第5条也是最后一条法则，是连接其他所有法则，并将你的堡垒从一个简单的避难所提升为一个繁荣王国的法则。这是从我对抗你到我们对抗问题的心态转变，这是斯多葛派概念 Sympathia 的应用，即我们都相互联系，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的信念。在你的家庭内部，这意味着当冲突出现时，敌人不是你的孩子，敌人是问题。地粉房间里的混乱违反规则，这些东西是外部的对手，你和你的孩子是盟友，一个团队，一个负责共同击败这个对手的特种部队单位。这种框架的转变是所有中最强大的。组织我们这样做的内心冲突是我们的部落和对抗性本能。在一次讨论中，我们的大脑迅速将人分为盟友或敌人。当我们的孩子挑战我们时，自然的倾向是把它归入敌人类别。对话变成了一个战场，其中一方必须赢，另一方必须输。我们固守我们的立场，捍卫我们的骄傲和权威，完全忘记了最初的目标是什么。目标不是打败你的孩子，目标是解决低分或房间混乱的问题。自我的战斗劫持了任务，这种对手心态是破坏性的。他在应该安全的墙内创造了一个竞争和怨恨的环境。你的孩子学会了与你的关系是有条件的，如果他不打败你或偷奖，你的爱和支持可能会被撤回。他学会了向你隐藏问题，而不是将他们带到光明中，因为他害怕你会成为敌人，而不是盟友。你作为建筑师，最终建造了一个内部有交战派系的堡垒，这使得他对任何外部攻击都变得脆弱和易受攻击。一个堡垒的真正力量不仅仅在于其墙壁的高度，还在于保卫它的驻军的凝聚力。这条法则的实际应用在于你的语言，这是一个微妙但深刻的改变。与其说你现在必须整理你的房间，你坐在他旁边说，这个凌乱的房间正在成为我们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一起解决这个问题？计划是什么？与其为一个拆成绩大喊大叫，你怎么能考出这个分数？你说，好的，这个分数是我们的对手，你和我作为一个团队将击败他。你需要我做什么，我们才能赢得这场胜利？我们一起，我们的团队，
这些词是你用来建立这个联盟的工具。你从法官变成了教练，把你的家庭想象成保卫堡垒的驻军。你是智慧官，你的孩子不是一个需要被惩罚的不服从的新兵，他是你团队中一个有价值的士兵。有时他可能累了，没有动力或害怕。你作为智慧官的工作不是枪毙他，而是理解他需要什么才能重返战斗，成为团队的有效成员。问题：杂乱无章、拖延、学习困难，是城门外的龙。你们两个一起将拿起你们的剑去面对它。这个心理影响完全改变了你们互动的动态。通过这样做，你教给你的孩子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如何写作解决问题。你叫他们不要将冲突个人化，要将人与问题分开。你给了他们一个如何建立联盟，如何领导一个团队，如何面对你，进而不制造不必要的敌人的模型。你不仅仅是在解决一个凌乱房间的问题，你在锻造他们的品格，为他们成为外面的世界里的领导者、合作伙伴和有效的合作者做准备。你通过这条法则获得的最终力量，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家庭单位的遗产。冲突将不再是你练习的威胁，而将成为加强它的机会。每个一起解决的问题都是团队的又一次胜利，是你堡垒石头之间有一层砂浆。你的孩子们会长大并吃开家，但他们带走的不是战场的记忆，而是一个强大联盟的操作手册。他们将知道如何建造自己的堡垒，以及如何组建自己的团队。而这是一个建筑师父亲的杰作，一个不仅能经受时间考验，而且能代代相传的建筑。你已经收到了蓝图、工具和材料。家庭堡垒的5条法则是你家中心现实的建筑设计，一个和平、力量和不可动摇的联系的现实。但只是本身并不能输弃墙壁。没有建筑是决定放下第一块石头的决定，最详细的蓝图也只是一张无用的纸。从反应到主权，从混乱到秩序的旅程现在开始，不是通过一个伟大的行动，而是通过一个微笑而有力的承诺行为。你可以选择关闭这个视频，让惯性将你拉回旧的模式，或者你可以在此时此地做出一个将永远改变你作为父亲或母亲遗产轨迹的决定。你堡垒的建设始于这一个决定。是时候宣布你的意图了，不仅是默默地对自己，而是对世界。一个公开的实验会巩固意志，并将一个模糊的愿望转变为一个坚定的目标。因此，拿起你虚拟的你挖到，放下即时。现在就用大写字母评论那句封存你承诺的话：我是建筑师啊。这不是给算法的评论，这是你在与自己的合同上的签名，是开始你生命中最重要工程的实验。在这样做的同时，加入建筑师军团，订阅这个频道，并留下你的赞作为对这个项目的认可印章。去做吧，在基础上签下你的名字。最后，如果你看到了这一点，你不是一个偶然的观众，你是少数完成培训的人之一。宣布这一点，也评论：我看到了最后，让其他人知道在这个社区里谁是真正投入的。现在，你是一个建筑师，你的责任延伸到你自己的墙壁之外。你认识其他仍然迷失在战场上，打着错误的战争、精疲力尽和绝望的父母。不要把这本操作手册留给自己，分享这个视频，成为那个给他们带来建造自己堡垒工具的新事。你的领导力是于加强自己，然后加强他人。去吧，建设，领导。